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闲话塔罗。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你按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哦。那今天呢，我们的题目是：你心中想的人喜欢你吗？你心中想的人喜欢你吗？那现在呢，请你在心中静静冥想问题，选择你喜欢的卡片。那这里有3张卡片。那请你直觉选择，挑自己最喜欢的选项。那如果呢，听了解牌的内容，觉得不符合自己的情形，请你重新选择，不要强行套入自己的情况哦。好，等你选择完之后，就可以来听后面的解牌咯。Hello，选择第一组的朋友呢，你心中想的人喜欢你吗？那在解牌之前呢，先来感应你心中的那个对象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好，先抽2张。好，你心中想的对象现在啊，抽到的是权杖骑士，但是呢是逆位的，就是你心中想的那个人呢，他好像有很多行动力跟有很多事情想要去做，但是呢很多事情太过于急躁了，所以他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处理得很好。或许呢，你会觉得看起来他不是这个样子，但是这张牌显示的是他目前呢，他自己内心所感受的情况，而不是你看到的感觉哦。那这个人他其实是属于那种很多事情想到呢，就想要赶快去做的人。那他不是说一定所有的事情都能做得很好，但是他心中呢，就是只要是想的，他就能够呢赶快去实现。但是在感情这一块呢，他似乎呢缺少了一些行动能力。他呢很多想法呢想要让你知道，那只是说呢，目前就是好像碍于一些现实的情况来说，他没有办法马上的去实行。那这对他来讲呢，会让他心中蛮焦虑的。或许呢，你跟他之间的相处啊，目前还是属于那种比较前阶段的，就是可能刚认识啊，或者是说跟他的接触没有到很多，那没有办法看出说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他现在呢，就是有一些行动想要让你知道，然后他也很希望呢能够跟你有所联系。那除了说跟你日常生活的相处之外啊，他其实也蛮希望说能够跟你建立感情上面的连结。当然，除了感情上面呢，那还有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亲密关系的行为，他也是很想要跟你去做的。但是呢，碍于一些现实的情况啊，或者是说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要去处理，可能是学业上面啊，或者是工作，或者是他有一些如果是还有前任还没有断干净的，或者是说呢，他还有其他的潜在对象啊，他可能也是试着去交往了解中。那这样的人呢，如果说他之后呢没有持续的来找你啊，那他可能就是他有其他的对象，或者是说呢，他可能就是还在处理他其他的事情。如果说你还是对他蛮有感觉的，就是你要给他时间去处理哦。好，那下一张呢，抽到的是月亮牌，就是他是对你的感觉啊，就是还是处于那种朦胧美的阶段。那他内心呢，现在就是很想要，就是跟你有进一步的发展，但是那种都是处于想象的阶段，就是白日梦阶段。他可能就是白天可能就算跟你很冷淡啊，或者是跟你都只是朋友啊、同事或者是同学之间的关系，但是他夜晚的时候啊，就会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相处。那
如果说呢，你跟他是在网络上面认识的，就是他可能在网络上面啊，都会讲一些就是比较暧昧不明的话啊，然后让你对他产生很多幻想。那实际上呢，如果说你跟他是没有现实上面的接触的话，那这个人呢，可能就是会在网络上面去撩你啊，或者是说跟你就是讲一些比较，就是给你一些目前做不到的承诺，或者是说会给你一些比较暧昧不明的情况。那他现在呢，可能就是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去解决，所以会让你现在内心呢就处于那种非常模糊，然后好像被吊着的感觉，所以你才会想说呢，来看看这段影片，然后想要了解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样想的。好，那我接下来再抽呢，他刚才的那些想法之后啊，到底他是有没有喜欢你呢？哦，有一张很快就弹出来了。好，第一张很快要弹出来的，先来看看第一张的情况是什么呢？那其他的我也先翻开放在下面。好，第一张呢是权杖一，就这个人其实很明显的就是他对你就是内心是很喜欢的哦。那他对你的喜欢啊，是希望能够跟你成为朋友之外啊，还能跟你有很多亲密的接触，那还有就是能够很多亲密的行为啊。那这个人呢，他觉得说你对他就是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而且他觉得这个是以前他都没有遇过的对象。可能你跟他相处啊，他会觉得你蛮有趣的啊，然后也觉得说你是很健谈的人，就很聊得来。然后在他的心中，他对你有过无数的幻想，那样的幻想呢，也包括性方面的幻想。那他希望说呢，能够跟你到的那一步是有很多亲密行为的。那他对你的喜欢啊，其实在你跟他的相处之中啊，你可能会有一点发现说，他会跟别人不太一样的情况。可能跟别人呢都很顺顺的聊天啊，跟你可能就是有点支支吾吾的，或者是说呢，会讲一些好像让人家会误会或暧昧的话。那如果说你只是跟他在网络上面认识啊，那这个人会在网络上面对你啊有更多大胆的表现或者是言语哦。那只是说你在跟这个人接触的时候啊，你要小心说对方到底是想要你的身体，还是想要跟你维持就是正常恋人的关系啊。那就是你要好好的评估，内心要思考哦。那再来呢是宝剑一，那这个人呢，他觉得说呢，跟你相处的时候啊，他可以有很清晰的思考跟逻辑，然后呢，跟你好好的聊天讲话，那跟你聊天呢，有时也能让他觉得醍醐灌顶，好像有什么事情能够激发他的潜力，或者是让他有新的思路。那你对他而言呢，就好像呢发现新大陆一样，就他会觉得说你是一个真的很有趣而且很能聊的对象，那他会让你也会感受到说，这个人是一个口才蛮好的人，然后呢，很多想法都突然蹦一下就出来的，然后让你觉得说，其实呢，他好像不像外表看起来的，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说，可能内心啊有些想法是平常你跟他相处时没有办法感受得到的。那可以
透过跟你的深入交流啊，你就会发现他很多不为人知的一面。那只是说这样的口才很好的人呢，有时候呢，你可能会也不知道说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可能他讲了一些很好听的话，那你会怀疑说他到底内心对你是否是真的在称赞你、喜欢你，或者是说哦，他到底是不是别有用心啊？那其实你要跟这个人再多相处哦，尤其是如果你是跟他在网络上认识的话，那你真的要好好的小心注意。那如果说你跟他本来就是现实上面的朋友、同事或者是同学，那这样子你倒是不用太过于担心，因为这个人呢、他其实就是一个行动派的人，而且呢，他讲话思考也是很有逻辑性，他也是经过审慎思考之后呢，才会喜欢你哦。好，那下一张啊是死神牌，但是呢是逆位的，就说这组朋友他虽然是心中喜欢着你，但是呢，他可能会觉得说，你们之间啊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或者是障碍，他可能必须要去克服。那有的人如果是呢，本来就有其他的对象，或者是他有前任还没有分手啊，或者是还没有讲清楚的话呢，那他会觉得说跟你之间呢，目前是不太有可能的。纵使他内心十分的喜欢你啊，他还是会克制自己的欲望，就只是在夜晚的时候啊，就是想到你，然后内心对你激动澎湃，但实际上啊，跟你在聊天的时候，或者是相处啊、工作，或者是一起做活动的时候呢，或者是有合作关系，他还是会克制他内心的欲望。而且呢，你跟他之间呢，可能之后会发生一些就是比较难以预料的事情，会让他觉得好像你们之间的关系就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了。那无法继续维持的原因呀，有很多。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因为前任的关系，或者是有的人因为现实压力的考量，可能两个人之间呢有一些观念，或者是说朋友圈啊，或者是很多不同的人的反对或者是阻碍啊，所以说他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呢就是飞奔向你。那如果说你真的是跟他有一样的喜欢呢，那你就是要有耐心的等他，因为毕竟啊，心中的喜欢如果没有付诸行动的话呢，那你也是感受不到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浪漫天使卡要给你什么建议呢？好，这张牌呢，在告诉你什么呢？前世的关系，过去呢，你们早已熟悉。其实这组朋友对方呢是有喜欢你的，那会不会是你们呢很早以前就认识了？这有时候前世不一定真的是上辈子的事，有可能是你很小的时候啊，或者是说你可能以前跟他呢就只是点头之交，或者是说因为别的朋友口中可能讲过他，或者是说你因为在社群网站上面看过他的讯息，或者是说你们曾经有共同的爱好，然后稍微了解他这个人，或者是社群软体上面的账号，有关心过这个人，就是你跟他呢还是有一些共通的联系的，所以现在呢，你心中想的这个人呢，就是跟你之间啊，其实是有莫名的熟悉感，而且你心中想的他，他心中呢也是会想着你的。那你内心啊想的这个人呢，就是你跟他之间啊，目前虽然说还没有很深的交往啊，但是久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们之间好像有越来越多的共通点或者是共通的话题。好，那这就是呢你们第一组的讯息咯。喜欢我的影片呢，请你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谢谢，拜拜。
Hello，选择第二组的朋友呢，你心中想的人喜欢你吗？那在看你心中想的人是否喜欢你之前呢，先来用塔罗牌感应一下他的能量，看他目前的情况是如何呢？好，先揪住这2张。第一张呢是圣杯8。就是说，这个人啊，目前他好像是要离开一段他旧的关系，就是他可能是有前任啊，或者是说他有一些分手断联的人呢，目前哦，就是还有让他有点想念，但是呢，那个实际上他已经没有办法再维持那段关系，就是他想要离开了，那就是他呢内心。就是还在挣扎中，但是他已经做好了要离开那一段关系的准备了。那如果说呢，你心中现在想的这个人曾经是跟你啊有在一起过的，就是他是你的前任的话，他其实他现在这想要离开的那个情形啊，可能就是他有在。准备咯，或者是说呢，你可能内心啊有想要离开，但是又有点放不下他，那你们之间呢，就是有产生一种距离感，跟迷失自己的感觉，所以就是每一组的朋友啊，就是你们在看影片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人数太多了，那每个人的磁场感应是不太一样的。那你这第二组的朋友呢，目前看起来就是比较属于就是你跟他之间呢，可能是前任，或者是说呢，他现在是有前任啊，或者是稳定交往的对象，是想要离开的阶段。好，那。下一张呢是圣杯7，但是是逆位的，就这个人其实是有很多事情是想要去做的。那他除了感情生活之外呢，其实很多其他的事情对他而言都是十分的重要。那他呢，就是想着呢要把其他的事情都做好，可是因为野心太大了，就变成说一个都没有顾上。那有的人呢，就是喜欢的人太多了，不知道到底最后应该跟谁在一起，或者是要跟谁继续着走下去。如果说你喜欢的那个人啊，他是属于那种比较花心的，他希望能够有很多对象可以跟他在一起的，或者是不喜欢负责任，然后呢，就是想要享受那种在一起时的开心跟肉体的欢愉啊。那这个人呢，他其实是比较没有责任心的。那如果说呢，这个人是跟你啊曾经是在一起过，他是你的前任，或者是你跟他有暧昧过啊，那这个人目前呢就是心性还是不定哦，所以啊，就是你们之间呢之前才会有说想要离开彼此的那种想法这样子。那就看这组朋友啊，你们自己是目前是什么样的情况这样。好，那接下来呢，我再继续抽他呢，喜欢你吗？他现在还喜欢你吗？好，我先翻开。好，他心中喜欢你吗？正义牌，其实这个人哦，要说他到底是不是喜欢你呢？其实他内心哦，好像是属于那种比较爱计较的，就是他想要公平式的对待。那公平的对待，并不是说呢感情之间1对1，他有时候的那个公平对待是，他想要他喜欢的生活模式下去，然后他希望呢，就是他自己是这样子啊，然后别人也能给予他这样的生活，那种公平啊，不是那种就是你给他1分啊，他还你1分的那种感觉，就是他呢是希望说，如果他能够在外面得到他所想要的自由啊，那你也能够给他，那他到底是
喜欢呢，或者是不喜欢你呢？从这张牌看起来啊，他其实心中并没有对你有想喜欢或不喜欢这件事情，他就只是想要有一个公平正义，就是他呢能够呢得到他所想要的、所希望的生活。那感情世界啊，他也是希望说呢能够公平，但是那个公平啊，其实跟爱情比较没有，跟喜欢、负责任都没有什么关系。他就是只是想要得到他所想要享受的一切，然后呢，希望他过上他想要的生活。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忍受这样的人啊，就是只是想要在外面过逍遥生活啊，那你如果是很计较得失啊，能够跟他就是1对1的在一起啊，然后你跟他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长长久久的结果啊，或者是说你很在意说你付出来很多，然后呢，他也要回报你这么多的话，那就是这个人目前是没有办法给你所想要的啦。就是你付出多少在他身上啊，他的回报有可能呢是回给其他的对象，不一定是回报给你哦。所以就是这组朋友你要稍微取舍一下，就是你内心对爱情是什么样的渴望。如果你是想要1对1啊，白头到老那种啊，那这样的对象就是你要三思。那下一张呢是宝剑五，就是这个人哦，就是有点霸道。他心中想要的时候呢，他就希望你能够出现，然后去帮助他，或者是给予他所想要的。但是当他不喜欢你的时候，或者是他呢觉得他不需要你了，他就会把你晾在旁边，然后都一直不去找你。所以他对你呢，就只是一种占有式的那种欲望，并不是说内心对你很喜欢啊。那完全都没有感情吗？可能也不一定。那他的感情呢，就是在你想象的那种感情来讲呢，就是他是属于那种比较薄情寡义的人。就如果你的定义是在爱情方面要有双方面的平衡的话，他就是没有办法给予你。那他希望啊，就是他能够掌握很多爱情上面的权利跟很多生活上面的控制欲跟掌控权，但是啊，他不一定会想要负责任。他希望啊，就是他得到的很多，但是呢，别人却没有办法去反驳他，或者是从他那里剥夺。或许他跟你在一起啊，有时候呢，只是说可能因为面子关系，可能他觉得跟你在一起出去那个画面是蛮美好的，或者是说别人羡慕的对象。但是他到底是不是呢真心的喜欢你啊？这就是一个问号哦。那如果说你想要跟他就是有一个公平式的、齐头式的那种感情啊，那你可能就只是成为他生活上面的附属而已，就没有办法跟他平起平坐。你的地位啊，永远都会比他矮哦。好，那接下来这张呢是愚人牌，就是他呢是喜欢冒险，然后喜欢四处去闯的人，所以他没有办法哦，乖乖的待在某一个人身边，或者是跟某一个人长长久久哦。他呢必须有在一段关系都还没有完全走到尽头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再去找下一个他觉得还不错的对象。纵使他觉得是冒险行为啊，可能别人看他就是好像一副无所谓不在乎的样子，但他内心知道他是想要什么的。那他喜欢呢冒险生活，喜欢自由自在啊，不喜欢被别人拘束。所以你如果很想要跟他在一起啊，其实你内心要有点心理准备哦。就是这样的人啊，他的人生计划有很多，可是人生计划有很多，就像这张圣杯七，但是他内心呢，可能不一定会把你放在他的计划里面，或者是占的那个位置非常非常的小。所以
这组朋友啊，对方到底有没有喜欢你啊？就是从这个牌面上看起来，目前他对你的感情呢，其实是控制大过于喜欢，或者是占有欲大过于喜欢。就是纵使啊有喜欢，也真的是蛮少的。那这组朋友就是你如果还要继续跟他在一起啊，或者是你还是很喜欢他，你们目前虽然还没在一起，你还是很喜欢他，那你要评估哦。那假设呢，你跟对方啊是已经走很久了，然后已经分手了，你在期盼他会不会回来找你啊？那其实这组朋友就是你喜欢的对象呢。如果一旦选择离开啊，像这圣杯八选择离开了之后啊，他会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哦。好，那我们看看浪漫天使给第二组朋友什么样的建议呢？好，这组是值得等待，你恋爱生活中的神圣时机呢正在运作。好，其实上天是要跟你说，很多美好的事物都是要值得等待的。但我必须要跟你说，这张牌不是叫你要对那个不好的人、不对的人继续等哦，而是说你未来啊有正确的人啊，跟你喜欢的人哦，他会之后会慢慢的靠近你，所以你要等待的是呢正确的爱情哦，而不是呢对错误的人啊继续的留恋。好，那我再帮你抽一张，看看上天还有给你什么样的建议呢？好，那下一张，保持敞开。你的灵魂伴侣可能和你通常喜欢或期待的类型不同。就是这张也是在跟你说啊，你可能之前喜欢的对象啊，就是可能是以外貌或者是条件为主，觉得对方呢有一些吸引你的地方。但是啊，其实那种类型也不见得是适合你的。其实你可以换一些条件，或者是说呢，你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去了解你所喜欢的对象，去看看呢，对方到底是怎么样的人。那如果说呢，你喜欢的人啊，之后类型有所改变啊，其实你会遇到更多不同的机会。那你喜欢的人呢，如果是不错的人，他之后呢就会跟你呢有其他的相处。那你呢就会发现说，哎，其实这个世界上啊，也不都是渣男渣女啊，就是你会遇到一个很好的人可以继续下去哦。所以呢，你不要把自己的条件或者是喜欢的人局限在某个样子，这样你会得到更多不同的视野，这个恋爱生活啊才会更加的顺利哟。好，那喜欢呢我的影片呢，请您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就到这里喽，拜拜。Hello，第三组朋友，那现在要趁你心中的对象是否喜欢你呢？在这之前，先来感受一下那个人的能量，看看他目前的情况是怎样呢？好，3张。先翻开，都是逆位的。好，来第一张呢是星星牌，但是是逆位的，就是这个人哦，其实跟你是有一段距离的哦，可能是物理上面的距离，就是你跟他呢可能所在的县市不同、地区不同、国籍不同，或者是说呢你跟他是网络上面认识的，然后呢彼此之间好像也不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呢，对他总是会有一种莫名的情愫，然后会觉得说，哎，他是不是呢内心也是想着你的？但是这个人呢，目前就是对于感情方面呢，他好像没有很明确的，就是到底是喜欢或不喜欢。然后他内心的情况呢，就是
对于感情生活也没那么的期待，然后好像觉得很多事情啊不是很有希望。那他是不是有受过什么样的感情伤害啊？或者是说呢，他可能对于爱情啊本来就不是说那么的重视，就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哦。好，那第二组呢，钱币骑士，就是这组你喜欢的人啊，他其实内心对于感情方面的生活就没有很重视啊，因为他对于钱财的累积呀，还有工作事业的打拼，是他目前呢比较重视的内容，而且呢是他长期就有在努力耕耘的哦。虽然说可能不见得他很有钱啊，或者是说他目前呢也不是很懂理财，但是他就是在朝这方面去努力。那他本身目前是有钱或没钱呢？这个呢也不能够去断定说，就是他实际上到底未来会如何。那如果说你跟他呢是网络上面认识的，本来就不太熟悉，那你就会更无法得知说这个人的实际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子，因为你跟他之间是蒙着一层纱的哦。你跟他之间或许呢有聊天，也有一些互动啊，但是是否真实呢？那你就是要自己好好的评估哦。好，那下一张牌呢是节制牌，是逆位的，就是这个人呢，就是很多事情他没有办法想得很透彻。那他呢，对于感情上面是如此，生活上面其实呢，也没有说过得非常的好，很多事情他呢没有办法好好的处理，所以呢，在工作上啊，或者是学业啊，或者是说一些活动上面啊，他都不是很出色。那协调能力呢，也不是很好，跟人相处啊。可能多少都有一些小摩擦，或者是说呢，有一些冲突发生了，他也没有办法及时处理。那这样的人呢，就是会没有办法在一个团队里面担任领袖哦。那如果说是在爱情方面那他也没有办法去协调或平衡爱情跟生活工作之间，到底是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程度。所以这个人就是目前他呢看起来生活情况其实不是很好，或者是说呢他目前有遭遇到一些困境，那感情方面并不是他的首选哦。好，那还是帮你抽抽看他是否喜欢你呢？好，先帮你抽这3张。好，第一张呢是战车牌，但是这个战车牌是逆位的。那这一张呢，这一组的牌我后面也有看到一张战车牌，就是这一组塔罗牌很可爱哦。它是有2张战车牌，那刚好第3组朋友你都已经抽到了。第一张是逆位的，那后面这张是正位的，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喜欢你呢？他呢一开始其实是没有什么行动能力的，他到后来的时候呢，他其实呢是会做一些事情让你明白，到底是要明白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呢，中间再看一下这张，这是宝剑6。就是他中间其实是会暂时中途离开的哦。他可能本来跟你还聊得好好的，或者是说呢，他本来跟你日常生活是有一些交集的。那某一天他好像突然就消失了，或者是他就暂时离开，那会让你觉得说，他是不是就突然冷淡掉啦？那他对你的喜欢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其实从这些牌来看就是他对你之间的想法其实并不是爱情的那一种，他可能呢就是
如果说是因为生活上面，或者是工作啊，或者是学生组学业上面的接触啊，他可能就只是要跟你把那一些事情都处理完，活动处理完，或者是你们业务往来啊，就是那些正常交流都把它处理完之后呢，他呢，可能之后就会选择要离开了，而且一旦他下定决心要离开的时候，他可是很果断、很果决，他不会在乎你内心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那这个人呢，因为他就是生活上面有很多事情是要急着去处理的，所以呀，他其实是以事业跟工作生活为主。那对你的感情啊，跟喜欢啊，其实目前看不出来他对你呢是有没有那样的想法，而且呢，就算是有，其实那真的是非常的少，也非常的不明确。就像这星星牌一样啊，其实他内心啊是有很多其他的事要做的，或者是说这个人哦，他其实是有稳定交往的对象啊，或者是他是已经结婚了，所以他是有自己的事情，或者是自己的伴侣要去负责任的。那跟你之间呢，就只是那种蜻蜓点水式，或者是普通打招呼的那种关系。那如果说你觉得啊，你想要跟他再更进一步啊，一旦他选择中途离开或放弃的时候哦，你可能就找不到他了哦，或者是说啊，他可能就把你封锁了。那你呢，想要再继续跟他联络呢，可能就变得只能透过社群网站上面啊，或者是透过朋友口耳相传知道他的讯息。所以就这个人呢，出现在你生命中是属于比较短暂型的。那如果说你是曾经跟他交往过的啊，那你可能也会知道说，这个人呢，就是属于那种若即若离型的，就没有办法永远的陪在某一个人身边哦。好，那我们再帮你抽浪漫天使卡来告诉你，这个人呢，目前呢，或者是之后他呢喜欢呢，是什么样的感觉，或者是上天是要给你什么样的意见呢？好，先来看第一张。第一章呢是婚约，你的爱情生活将提升至承诺的更高层次。那我必须要说，这张婚约啊，你抽到不要太开心，因为呢，有可能是这个人本来就有婚约了哦，并不一定是指你跟他未来会到谈婚论嫁的时候。那所以就是你要看看自己的情况跟对方的情况啊，你要去打听他的婚姻生活，或者是他感情状况哦，不要太早就让自己陷进去了。那如果说呢，他是没有婚约的啊，那你也要知道说他目前是不是有什么样工作或者是金钱上面的烦恼啊？那他会不会利用婚约这件事情呢？就是欺骗你啊，或者是说让你呢对他做什么样的付出？好，那下一章呢？上天给你的建议是要你展现风情，将你欢欣快乐的能量散播给其他人。就是说啊，这组朋友呢，其实你如果呢能够把一些精力啊放在对于其他人上面啊，把你的快乐的能量啊去散播给其他人，其实你的生活啊会过得更开心哦。或者是说，你可以去认识其他更好的对象，不要执着于目前眼前的这个，或者是你心中所想的对象。有时候，当你呢拓宽你的眼界的时候啊，你的未来会有无限可能哦。好，那这组朋友呢，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您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那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喽，谢谢，拜拜。